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来自李寧的 8K X2。在配置上跟上一代相比没什么太大变化，依旧是全掌泵加上聚合型的中底配置，外底橡胶也依旧是用的主打耐磨的 TUF RB， 但是外觀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樣了。不同於上一代偏向於修長凌厲的外觀造型，這一代看上去會更具力量感一些，也會更加臃腫一點。重量跟上一代差別不大，單支42碼的重量差不多在380克左右的一個樣子。不過它的重量分布不算特別的均勻，重心會有點靠下，穿在腳上不會特別的輕質。但是畢竟380克左右的一個重量表現，也絕對算是比較不錯的，穿在腳上也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。那基礎配置差不多就是這樣。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，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，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一雙李寧的 8K X2代。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，這一次的 8K X2用的是一個偏寬的鞋楦，對於寬腳會更加友好，而且鞋頭上方的空間也非常大。穿上鞋之後，你就能明顯感覺到鞋頭處的多餘空間非常多，鞋面與雙腳的貼合度並不是特別高。雖然它最前端的鞋帶孔已經盡量的去往前做了，但是如果你是正常腳型或者腳型偏窄，那它依舊沒有办法提供給我們出色的前掌鎖定。它的靜態包裹體驗確實非常不錯，偏寬的鞋楦加上厚實的內部填充，而且它的鞋面材質也比較柔軟，甚至連前掌外側的上攀橡胶也没有太高的硬度，這一切都讓它擁有了極為舒適的鞋面包裹。但是，一旦開始動起來，它的缺點就會暴露無遺。在做一些橫向急停動作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會出現特別明顯的位移，前半段完全鎖不住雙腳。好在它的中後段鎖定還算不錯，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不會出現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，鞋面的支撐力度也完全沒有問題。雖然鞋面的材質不是特別的硬挺，但是這一雙鞋身上所使用的高密度工程網布，它的延展性非常低，而且球鞋側面也有着大量的橡膠以及 TPU 材質覆蓋，不管做什麼動作，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。雖然動態鎖定稍微差了點，但是支撐沒什麼問題，它的鞋面是可以滿足實戰需求的，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。但是它比較大的一些問題都集中在它的中底上面，它的場地感、反應性以及緩震這一些方面的表現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。中底的重心控制的還算不錯，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鋒線鞋的高度。緩震材料調校偏刃，雖然沒有特別亮眼的腳感，但是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腳底下的感覺非常直接，完全不會泄力，並且在前叉板材的加持下，在突破的時候，前掌還能給到我们一定的推進感。後跟的緩震對於像我這樣190斤的體重來說也完全夠用，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，震腳的感覺會有，但是並不是特別明顯。而且它這一個巨寬的弧形外底不僅能給到我們出色的靈活性，穩定性也完全 OK。那這樣看下來這一雙鞋好像還不錯沒什麼太大問題，對吧？別着急，那接下來正片開始。8K X2在前掌做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彎折點引導，但是因為前掌聚合芯的覆蓋面積會比它的中段更大，前掌的硬度明顯高於中段收窄的位置，所以它這一個前掌的彎折點引導並沒有起到什麼實際的功效，而它的自然彎折點就恰巧在它足弓位置處這一個收窄的地方，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足弓處會有比較明顯的拉扯感，而且在做一些橫向急停動作或者是大幅度變向動作的時候，它內側這一個收窄位置處的橡膠也會明顯頂我們的內側足弓，特別的難受。那有很多朋友會比較疑惑當初的游G2 Super 它的中底也可以隨便彎折，那為什麼游G2 Super 卻是一雙好鞋，而這一次的 8K X2卻不行了呢？因為游擊的中底是比較柔軟的，沒有特別大的剛性，主打的是鞋腳一體性。那這種類型的鞋款自然彎折點並不是特別重要，因為它的中底在熱開了之後在磨合開了之後，它能一直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雙腳形態，彎折會特別的輕鬆。但是 8K X2是用了硬質前叉板材的籃球鞋，它主打的是前掌的推進，是運動表現，它的中底剛性會明顯高於像游G2 Super 這一類的籃球鞋。這一類型的籃球鞋自然彎折點是否合理就會比較重要了。當然如果你平時有打腳的習慣，那這種類型的籃球鞋你也可以放心選擇，對你的影響不會特別大。但是只要你平時沒有打腳的習慣，那這一種籃球鞋就盡量不要去選擇了。穿這一類型的籃球鞋，你會碰到一些什麼問題呢？拉扯足弓、足弓酸、頂足弓等等，反正就是圍繞着你足弓這一塊
各種的不適都會出現。而且因為我自己有足底筋膜炎，所以我的腳會更加的敏感，足弓的酸痛感也會來得更加的快一些。而且它的中底過渡也明顯不如上一代，上一代的中底过渡十分絲滑，而這一代同樣是因為它足弓位置處的剛性不夠，在我們正常跑動或者蓄力起跳的時候，從後跟過渡到前掌，你都能感覺到在中段會有斷層的感覺，跑跳體驗遠不如上一代來的出色。就它这樣的實戰體驗我是完全不推薦大家去進行購買的。如果你真的喜歡巴特勒，真的喜歡 Buckets 這一個系列，買 Buckets 1代體驗會比它好上非常非常多。去年也有不少博主把它放在了去年的年度榜单當中，其中也包括我。而這一次的 Buckets 2，它除了外底的抓地和耐磨跟上一代相比沒什麼太大區別，甚至會更好一些之外，其他各個方面都比不上一代。不管這一雙鞋將來的價格會降到多少，我都不推薦大家購買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。Peace。